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再次有灵相见。这一集我们将探讨灵魂共业以及灵魂转世的方式等内容，特别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灵魂觉醒，如何找到宇宙的真谛和体验了灵魂高级机制。内容震撼你对灵魂的原本认识，一定要看到最后，才能系统的了解灵魂的奥秘。这么多深层次的灵魂探讨，内容精彩，时间有限，我们马上开始。黑色门打开。一个人死后，灵魂离开了身体，灵魂失去灵气的吸引，骤然散开，变成了灵，是各自独立的灵。而这种从灵魂散出的灵，与宇宙诞生时产生的灵是有区别的。从灵魂中释放出来的灵，是一种带有特性的灵，捏附着一些前灵魂的特性，就如孤独闪灵、乐观闪灵、伤感闪灵、坚强闪灵等等，这些是前灵魂所赋予的特性。这些特性会捏附在灵上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内，这些富有特性的灵再次被另外的灵气吸引，再次聚灵成魂，就会把这些特性带入新的灵魂。而这些特性灵融入新灵魂后，特性会被灵魂吸收，灵魂会消化并结合世间经历、灵魂历练，并根据所吸收的特性灵多少和强弱，最后经过复杂的过程，最终融汇入灵魂性格。所以带有特性的灵对后面融入的灵魂性格有很重要的作用。捏附有特性的灵倾向于在符合特性的地区内闪飘出现，这就构成了在某些地区比较多聚集了某些特性的灵。1127年至1279年的南宋时期，当时的江南地区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由于经济高度发达，文化极度繁荣，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社会风气。例如苏州、南京、扬州、杭州、绍兴等城市人口稠密，白天黑夜一样热闹繁华，百姓对物质和文化都有较高的要求，推动了时尚、娱乐、工艺的发展，出现了很多茶坊、酒楼、戏楼等饮食娱乐场所。江南的读书人与市民都在追求精致的生活，讲究饮食、服饰、器物之美，兴起香道、茶道、插花、盆景、古琴、书画、收藏等爱好，而且不少达官贵人追求讲究诗情画意的私家园林。南宋杭州的市民阶级出门讲究穿戴整洁，言谈有礼，即便是小商贩也知书识字。宋代文学家范成大在《梦良录》中写道：城中之人不问贵贱，皆知风雅，士农工商皆有文墨，妇女儿童皆知礼法。南宋的江南地区百姓满足现状，热爱和平，不喜欢战争。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灵魂，在灵魂离体魂散成灵后，大部分带着前灵魂赋予特性的灵，大多倾向于闪飘在江南地区，包括从江南文人灵魂中散出来的斯文闪灵、优雅闪灵、仁爱闪灵、得体闪灵、含蓄闪灵等等，还有从江南商人灵魂中散发出来的务实闪灵、变通闪灵、创新闪灵，江南工匠灵魂散发出来的聪慧闪灵、勤劳闪灵等等。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女性社会地位较高，崇尚独立思考，追求个人自由，导致了江南地区闪飘着很多由江南女子灵魂散出来的自由闪灵、智慧闪灵。而这些从离开了死去身躯的灵魂那里散出来的具有地方人文特性的闪灵，倾向于在江南地区继续闪飘。在该地区出生的新生命灵气产生，就会更多机会聚集本地区的特征灵，特别是在7岁前的基础灵魂形成的时候，大量吸收本地区的特征灵，形成了与该地区人文风气相符合的灵魂性格，维持了南宋江南地区社会的风气和保持了江南人的一贯性格。这就是人们在平时生活中所体会到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会塑造出适应这一地方的灵魂，而灵魂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历练了灵魂的性格，在肉身死去后魂散成灵，而灵带着前灵魂的特性，在新生命灵气吸引下再次汇聚成灵魂，并传递前灵魂的特性。在新灵魂的新历练过程，保持和提升了当地人文特点，反映了新灵魂与旧灵魂的密切关系。古代当时并没有现代科学思想的产生，没有发达的填鸭式教育，古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大多数凭自己内心的观察和理解。他们也发现人杰和地灵有着莫大的关系。同在南狩时期的蒙古人生活在风沙漫天的草原世界，冬季严寒，夏季炎热，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生活条件相对艰苦。蒙古人面对困难和挑战，塑造出坚韧不屈不挠的性格。蒙古人过着游牧的生活，强调抢掠和征服，喜欢战争。1211年，强调以战争来养活族人的蒙古人开始入侵金朝。太原军民抵御了蒙古人的攻击达8个月之久，最后被蒙古人攻破并全城屠杀。太原军民死亡超过10万人。当时大儒杨载在《太原节中记》称人肉成山，鲜血如川。1215年，蒙古人攻破金国首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蒙古人再次屠城。经史记载，火光映天，屋宇皆焚，百姓无一幸免者，最终造成数十万民众死亡，城市一度荒废多年。1227年，蒙古人南下西夏，攻破西夏都城中信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尽管西夏皇帝投降，蒙古人还是全城屠杀，血流成河，并对整个西夏国进行了清洗式的屠杀。古书记载，老弱妇孺一律杀之，寸草不生。西夏的主要民族党项族几乎清零。1235年，蒙古人开启灭宋战争，并采取了更残酷的手段。在蒙古人到达南宋江南地区时，蒙古人对平民百姓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抢劫和烧杀，几乎将许多村庄消灭殆尽。当蒙古人攻破南宋的都城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蒙古人对城内百姓进行了极为残忍的屠杀，大量无辜的百姓、士兵和官员被杀害。蒙古人采取了大规模的屠城手段，并且摧毁了城中几乎所有的高层建筑。南宋人的文化和经济基础遭到了灭顶之灾。蒙古人的入侵使得当时南宋人口锐减40%。当时蒙古人的残暴贪婪的灵魂性格，是一代又一代的蒙古人灵魂在一次又一次的魂散归零，在凝聚成魂的过程中历练出来的。蒙古人在征战抢掠中展现出来极为残忍的手段，并不是当时某一个或者几个灵魂的决策，而是集体灵魂的共业。共业是佛经的用词，共业在这里指的是一个族群的灵魂，或者一个地区的灵魂性格形成，并不是一个灵魂的历练结果，而是每一个灵魂的历练，通过凝聚零散的方式互相交织，共同形成一套相似的灵魂特性。春秋时期，孔子出生在鲁国的贵族家庭。孔子从小就学习大量的经典文化，包括诗歌、音乐、礼仪和历史等等。年少的孔子极力追求学问，希望通过学些古代经典、礼仪、道德来提升自己，并渴望成为一名君子，入朝廷当官，辅佐君王治理国家，让人民过上幸福体面的生活。尽管孔子在他出生国鲁国和其他诸侯国的政界有过一些尝试，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天下礼崩乐坏，人不守信，他并未能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学识为天下带来和平与繁荣。而且就算孔子能在一国成为重臣，治理好一国的天下，但当时的春秋战国大大小小有超过170个国家。最终孔子意识到，
单凭一己之力很难改变天下的现状。孔子周游列国，经过艰难的探索和逐渐领悟，孔子意识到一人成为君子是不够的。孔子想尽可能地传授文化及礼仪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成为君子，最终让天下人成为君子。于是就开始了招收弟子及私人讲学。孔子的私学给很多平民百姓弟子有机会受到教育。要知道，在春秋时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到公学去读书。当然，孔子也招收了不少贵族子弟，并得到了贵族的资金支持。通过教授弟子，孔子不仅传播了他的学问，还传授了他的道德观和治国理政的思想。孔子的学问和思想经过了2000多年的传承，今天仍影响着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人民，形成了一个超过20亿人口的儒家文化圈。一个灵魂的自己历练只能影响或作用于自家，而通过对身边灵魂的影响，小则影响一家人，大则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天下，让更多的灵魂在一起历练，通过凝聚零散的循环，延续影响，形成共业。人去世后，灵魂散为各种灵，那么有没有灵魂转世呢？由于灵魂是没有死亡概念的，很多活着的灵魂会认为自己会有下一生，认为灵魂会完整的再次成为另一个身躯的主宰，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灵魂转世。而灵魂转世的标志之一就是拥有上一生的记忆。事实上，灵魂是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转世的，每一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宇宙诞生以来至今138亿年漫长时间内唯一存在的灵魂组合。虽然这个灵魂组合是由无数与宇宙一样古老的灵组成的，但每一个灵魂组成，每一个灵魂的组合体都是宇宙中唯一的，而且存在的时间就是身体生命的存续时间。一旦身体的生命结束，这个灵魂作为一个整体将永永远远的消失。宇宙预计寿命约为1000亿年，而这个灵魂组合在这1000亿年的时间内永远不会以一模一样的组合形式再次重现。也就是说，每一个现存的灵魂都是唯一的、全新的。灵魂是不会有完整的上一辈子记忆的，也没有上上一辈子的完整记忆，更不会有上上上一辈子的完整记忆。灵魂本身是不会带具体事情的记忆功能的。生物的记忆是指生物体通过神经系统或者其他机制存储、保持和回忆信息的能力。生物的记忆大约出现在5亿年前。记忆的出现是为了让生物能够更好地通过记忆中的经验、判断、思考而做出反应，帮助生物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环境，提高生存和繁殖的机会。而在宇宙中，万事万物都遵循着一套精准而恒定的自然规则，从星系的旋转到行星的公转，从光的传播到引力的作用，一切都无需思考或者记忆，便能有条不紊地运行亿万年。而相比之下，地球生物为了生存，发展出了记忆这种机制。这种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对经验的记录和调用，目的是通过回顾过去的结果，来为现在或者将来的挑战做出行为判断。然而，这种记忆的机制确实很低效、不稳定，常常受到感官、情绪、误差与主观判断等影响。生物的记忆其实是宇宙中一种落后的机制，是为了弥补生物本身没有能力立刻做出最佳行动判决的缺陷。换句话说，记忆是一种生物进化中产生的临时解决方案，它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在宇宙中落后的应对方式。真正高阶的系统，如宇宙本身，根本不需要记忆，它不是通过对比过去决定现在，而是直接按照最优化的法则运行。它无需学习，因为它本身就知道；它无需回忆，因为它从未偏离法则。地球上超越生物的物种病毒，
就是一种放弃记忆系统的先进物种。病毒没有神经系统，没有大脑，没有情绪，也没有所谓的记忆机制，它们只是由简单的 DNA 或者是 RNA 这些遗传物质，再加上蛋白质外壳组成的信息体。病毒凭借自动运行机制，能在生物界中存在超过35亿年，甚至在地球上所有生物出现之前，病毒就有可能已经存在了。灵魂也是一种放弃记忆这种落后系统的存在。人们有些时候有这样的经验，当灵魂接管了身体的时刻，灵魂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记忆的，而只有目前这一刻的存在。巴西籍 F1 一级方程式传奇车手阿尔顿·显拿，他曾经3次获得 F1 的世界冠军，单次比赛胜出41次，是历史上最伟大的 F1 赛车手。1991年摩纳哥大奖赛，狭窄的街道如蛇般盘绕，墙壁近的几乎能擦掉车漆。阿尔顿·显拿坐在他那迈凯伦的赛车中，在一级方程式赛道的呼啸声中，轮胎紧贴地面，赛车如子弹般划过空气，引擎的轰鸣震颤着耳膜，每一次转弯都是在和死亡亲吻。而就在这样的生死时速之间，赛车手的意识已不属于时间。显拿事后回忆说，他的大脑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任何可称为记忆的东西存在。他并未思考上一圈我是如何转弯的，也不在意下一圈会不会下雨。他的大脑仿佛被剥离成了一台纯粹反应机器，只感知现在，更准确地说，是感知着目前的这一毫秒。他眼前的世界被压缩成一个急速移动的流体场景，每一个弯道的倾角，每一段直道的空气阻力，每一台前方车辆的尾气震动，都化作神经末梢瞬时反馈的信息。他的手并不思考如何转动方向盘，而是肌肉的直觉；他的脚也不回忆什么时候该刹车，而是跟随着轮胎与赛道之间细微的震动，自然地调节制动力。就像一名古琴大师闭眼也能弹奏出一首无懈可击的音符。这一刻，他不是在驾驶，他就是车本身。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关心自己的名字是否会出现在排行榜上。他没有我曾赢得了多少比赛，也不想我将来拿到第几名等等这些思考。显拿与记忆断开了联系，只剩下瞬时的存在。这种状态，佛家称之为无我，西方心理学家称之为心流，而赛车手会形容它为贴地飞行。这是一种原始而纯粹的觉醒，是一种远超理性和记忆的存在方式。时间失效，记忆关闭，思维消失。赛车手不再是一个有记忆的生命体，而是一个在速度中操控赛车的单纯灵魂。显拿是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手最伟大的灵魂，不是因为他曾经赢了多少次比赛，而是他的灵魂曾短暂地摆脱了生物人体的局限，化作了速度的本身。这就是灵魂的高级机制，一种脱离了记忆与思维的束缚。在灵魂的全权掌控下，显拿的灵魂进入了一种纯净的存在状态，没有以前的记忆为基础的思考，而是直接指挥身体成为了行动的本身。显拿曾回忆道，我不是在驾驶那辆车，我就是那辆车。灵魂这个天地合一的运行机制是宇宙中高级机制，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某些特定的运动或行为，有机会在身体活着的时候体验到这种宇宙的高级运行机制。这种是灵魂摆脱生物局限的瞬间体验，也称为灵魂的觉醒。灵魂是由灵组成的，灵是宇宙中高级存在，灵在浩瀚的宇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担负着巨大的使命。关于灵魂和灵在宇宙中的角色，以及进一步了解灵魂转世的内容都很震撼内心。我们会在下一集继续探索。
我是三三，灵魂的世界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这一集我们就暂且探索到这里，希望大家通过留言发表自己的体会。制作不易，真诚不减，请大家订阅三三说一说这个频道，让我有机会多和大家分享对世界的解读，和大家一起分享世界的美好。我们下集再见。